欢迎来到《迷离之国大丽丝》第2季最后一期解说。上回书说到，小白等人穿越到异世界，通关了各类残酷的杀人游戏，如今只剩下最难的2个游戏——黑桃 K 和红桃 Q。就在小白和朋友阿银重逢的时候，一颗子弹击中了阿银。开枪的是很久都没露面的蛇精男，刚刚打向阿银的那一枪，他特意没往要害打，为的就是意料3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其实这3人的关系很奇妙，某种程度上讲，他们是异种人，都是社会上的异类，都是以自己为中心，都对生活十分迷茫。但这样放在这种大逃杀的场景中，他们求生的欲望反倒比谁都强。蛇精男扔了一把枪给阿银，表示自己因为烧伤也活不了几天了，所以特别想来一场玩家之间的决斗。他们3个同类就在这里开干。阿银不仅没有否决，还邀请小白一起加入，反正他们两之间都有仇，不如就在这里一并清算。可能很多小伙伴忘了，阿银在第1季的时候骗过小白，差点把他给坑死。大乱斗一触即发，但躲在车后面的小白想起了被自己害死的2位挚友，以及自我牺牲的帽子哥。经历种种，他不想再做以前的自己，不想为没有意义的杀戮而开枪。小白宣布退出决斗，阿银也想起了眼镜哥，一瞬间也明悟了，不想再做无意的杀戮。蛇精男也懊恼地放下了枪，2个同类都清高了，就自己觉悟没跟上，他又成了孤家寡人。这时，一个声音打破了难得的平静，小美循着枪声来找小白。蛇精男一见到小美又不冷静了，他觉得只要杀了小美，那么小白和阿银就会退化成人渣，和自己一个类别。小美来不及躲进掩体，但万万没想到，最不在乎别人性命的阿银帮他挡住了这颗子弹。但阿银对生死依旧很冷漠，他继续说着想要和小白倾诉的话。以前的阿银瞧不上所有认真生活的人，尤其是对那些失望善良的人更是嗤之以鼻。这时一旁的蛇精男也动荡了起来，散弹枪的威力并没有置他于死地，没等小白补枪，黑桃 K 的飞艇飞临上空，紧接着枪声传来，大街上到处都是逃命的人。没错，杀神黑桃 K 又来了。小白和小美把残血的蛇精男和阿银挪到车里，然后开始逃命。路上还遇到了花姐和水姬，在黑桃 K 精准枪法的瞄边之下，主角4人成功逃开杀戮，并且看着一位勇士开车撞向了黑桃 K， 引发了剧烈爆炸。这身板，这装备，这体格，放敢死队里，估计能把史泰龙的队伍团灭。小白等人在忽然出现的艾希的接应之下，成功躲进一栋建筑中。除了这5个人外，彪哥也拿着步枪找到这里。虽然彪哥成天一副不近女色的样子，但朝夕相处早让他把艾希当成了家人，所以他跟在艾希身后也来到了战场。几人虽然斗志昂扬，但火力太弱，根本打不过。唯一的爆炸物是水姬携带着一颗土制炸弹，只可惜威力太小。此时小白心生一计，需要有人将黑桃 K 引到药店，而且爆炸的时候负责引爆的人未必能活着。不过这已经算是可行性最高的方案了。随后大伙儿分头行动，在彪哥开枪掩护下，诸位女士进到药房的小巷子设伏，为小白争取时间。小白趁机潜入药店，找到一大堆喷雾罐，将其中的可燃气体释放。然而彪哥他们还是低估了对手，一开始还能借着隐蔽的优势与黑桃 K 周旋几个回合，但短兵相接的时候，一群人被人家1个人压着打。花姐一激动，跑出掩体对射。彪哥爆发小宇宙，近身肉搏，一度取得很大优势，可结果仍被黑桃 K 3脚锁喉。水姬飞扑救下彪哥，但双方的力量差得太多。小美冲上来救水姬，死死地把黑桃 K 锁住。彪哥拼尽最后一丝力气，把子弹装进弹夹，打算搞个偷袭。那一天，黑桃 K 双手插兜，不知道什么叫对手。日服的男枪果然不同凡响。药店里的小白觉着气放的差不多了，拿着枪出来，结果看见一家人整整齐齐躺在地上。小白见黑桃 K 打算补枪，于是匆忙开枪挑衅，把黑桃 K 吸引过来，躲进药店准备拉响炸弹。可黑桃 K 非常谨慎，只在门口蹭蹭，就是不进去啊。关键时刻，彪哥不知道从哪冒了出来，把黑桃 K 扑进药店，大喊小白动手。但小白哪肯牺牲队友，拉起彪哥就往窗户跑，被超级加倍的炸弹把房子都炸塌了。彪哥让小白赶紧去参加最后一场游戏，他自己处理这边的后事。于是小白找到了腿部中刀还能行走的小美，搀扶着去了红桃 Q 的会场。小白走后，彪哥拔出了奄奄一息的黑桃 K， 房子都炸塌了，他还没死，这八字硬的，我怀疑他连续感染10次新冠都不会死。黑桃 K 把枪递给彪哥，因为他自己也曾以同样的方式在一场游戏中终结了自己奄奄一息的朋友。黑桃 K 嘴里对朋友说着对不起，而彪哥亲手杀掉好友疯帽子的经历让他对黑桃 K 感同身受。彪哥用朋友的口吻告诉黑桃 K 自己从来没有恨过他，随后就一枪毙了这个杀神。彪哥帮黑桃 K 解脱了，但自己仍没得到救赎。一心求死的他准备自杀，但眼前又出现了疯帽子。精神获得解脱后，无敌的彪哥倒下了。
这一战真是惨烈，但也很迷惑。与黑桃 K 战斗是剧版魔改的，斗的场面看着的确很爽，但是故事内核比原著要逊色很多，尤其是所有人的战斗力和生命力都显得匪夷所思。黑桃 K 虐菜就像水滴进攻地球舰队，配角们擦着就死，可主角团们身中数枪，到目前为止一个也没死。当然了，虽然没死，但也是个个重伤。他们的生死全在于小白能否及时通关最后一个游戏。而这场红桃 Q 的游戏环境优雅，对手也是赏心悦目。他就是前海滨高层游戏设计者，上一季因为戏份不多，被我随手起名叫长发姐的大佬，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了。红桃 Q 的游戏名为锤球，具体规则就不说了，挺复杂的，而且也不重要，因为这场游戏的通关条件异常简单，只要打完3场锤球，不要中途退出即可。至于每一局赢不赢根本不重要。你可能会觉得就这，我欠条阿拉斯加上去都能通关，打30场也没问题啊。小白最初也是这么想的，便和长发姐打了2局，可打完以后，长发姐说她累了，想要喝点茶。现在明白了吧？只要打不完第3局，这场游戏就无法通关。当然，长发姐如果选择赖着不打，那也太跌份了。正好小白也有一件事情想问长发姐：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通关游戏后，到底能不能回到原来的世界？他觉得自己的朋友死在了这个世界，不管是为了朋友，还是为了自己活下去的信念，他都必须搞清楚这个问题。在一阵欲擒故纵的把戏之后，长发姐表示：既然你们不怕死的想知道真相，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们，坐好了，扶稳了，小心吓到你了。长发姐表示，在未来世界，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1000年后的世界已经过上了永生且无忧无虑的枯燥生活。于是，一些无聊找乐子的人盯上了1000年前的虚拟现实技术，体验那个时代的人对未知和毁灭的真实恐惧，所以就开发出了一款世界末日大逃杀的虚拟现实游戏。而小白和小美都是玩家，眼前的长发姐则是这个游戏系统的管理员。是的，这些话虽然把人唬得脑瓜子嗡嗡的，但全都是长发姐现编的，大概是想缓解一下紧张的气氛吧。长发姐表示，其实流传最广的原因是外星人。还记得花姐打野的时候，发现2件事：其一，城市里植物繁殖速度不正常；其二是东京周围的地形变了。这些都是外星人干的，他们把人类消除记忆，然后进行各种实验。这场游戏都是外星人搞的。不过紧接着，长发姐又提出了另一种说法，说是因为核战争导致地表不适宜居住，所以人类都搬到了地下生活。没错，长发姐还是在扯淡。小美劝小白别再听这个女人瞎扯了，马上打完第3局赶紧通关。但长发姐算准了小白的心魔，她太执着于寻找真相。长发姐再次诛心，她告诉小白，你很在乎你的朋友，可你都不知道，杀死你朋友的那个红桃七游戏就是我亲手设计的。小白拿起枪想崩了长发姐，但是转眼他又意识到长发姐这是故意的，他根本不在意自己的死活，只希望小白杀了他。那样的话，第3局游戏永远无法完成，所有人都别想通关。小白控制愤怒，继续追问真相。长发姐表示，前面调戏他都是在铺垫，让小白有点心理准备。真正的真相是，这个世界并不真实，无论是荒凉的城市、点歪了的科技树，还有那些无比荒唐的游戏，都有太多的不合理之处。因为这个世界就在小白的大脑中，所以作为主角的小白才能活到现在。但小美不乐意了。长发姐讲了好长的故事，解释清所有疑问。小白其实是因为过度悲伤，触发大脑的保护机制，忘记了一部分记忆。悲伤和自责的情绪导致小白创建了一个名为弥留之国的幻想世界，躲在里面逃避现实。不信仔细想想，所有游戏的设计其实都是小孩子玩的把戏，这些情节只不过是小白把大脑中的片段重新组合编造的一个故事。而长发姐本人只是一个观察者，她的真实身份是小白的主治医师。小白在蒙圈中扔下了枪，随后他周围的环境发生了变化，自己正在和穿着白大褂的长发姐通过谈话的方式治疗。长发姐告诉小白，你在游戏中追逐事业的真相，其实就是在追问自己存活的意义。想要找到答案，需要小白自己找回那段被封印的记忆，到底是什么使他如此悲伤？在长发姐的一步步引导下，小白终于想起了那段尘封的回忆。还记得第1季的第1集，小白和2位死党在街头打闹，差点闹出了交通事故。其实真的发生了事故。小白把朋友的死归咎于自己，再加上从小就生活在缺爱的环境，导致小白在自责中无法自拔，不断的质疑为什么自己活了下来，自己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最终这份精神压力让他陷入了弥留之国的幻想。而小美则是另一个病人，她也失去了重要的亲人，被送到精神病院。小白和小美在精神病院相识，所以小白把小美的形象纳入到了弥留之国的故事中。找回记忆的小白并没有释怀，反倒更加自我怀疑。随着小美闯进病房，拉着小白让他振作。小美看着自己的双腿渗出鲜血，确认刚刚这些所谓的答案是长发姐玩弄人心的手段。她要通过心理战摧毁小白求生的欲望，然后让他自己退出。长发姐做到了，小白的精神被彻底打垮，像个提线木偶。接过长发姐递过来的药和水，准备确认退出游戏。小美急了，她一把推倒小白，打碎服药的水杯，然后拿起碎玻璃，狠狠在自己手腕上割下去。她告诉小白，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一切都是幻觉，那你会眼睁睁看着我死在眼前吗？
小美一边流淌着鲜血，一边发动嘴炮技能，再次用化疗的方式让小白振作，但小白还是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小美因为失血也瘫在地上，长发姐觉得这把稳了，飞龙起脸还怎么输？可没想到挺尸的小白居然伸出手握住小美，对小美的爱真的激发了她的保护欲，从而恢复了求生的意志，顺利从幻境中走了出来。我知道肯定有很多人觉得剧情离谱，想吐槽的尽情吐槽吧，我也忍不住。这段剧情有很多迷惑的点，直到我略微补了一下原著，才发现问题在哪。首先，长发姐是个精神病医生，她的每一步操作都在循序渐进的引导，但剧中并没有体现循序渐进这个点。长发姐先前就从上帝视角对小白做了分析，知道她的软肋就是对真相的执着和对朋友的愧疚，所以她利用这一点，故意说红桃七是自己设计的，为的是让小白激动，失去一部分理智。之后，长发姐将小白拉入诊疗室的情景中，一步步引导他篡改记忆，最终压垮精神。这里有个关键问题，剧中没有解释，小白和小美怎么就进入了诊疗室的情景中？原作中是因为长发姐在红茶中添加了药物做辅助，所以再加上长发姐针对性的心理攻击，这才把小白带入幻觉。而剧中小白和小美压根就没碰过那杯茶，也没有解释陷入幻觉的原因。另外，原作中小白在被击垮精神后，看到了潜意识中的自己，自我与本我之间有一段精彩斗争。正是在和内心的交战中，小白才升华了自己，评论对小美的爱清醒过来。而剧中完全删掉了这一部分，只用一张哭丧脸，配合不断变换的背景，表现小白崩溃，比起原作来逊色了不少。说回剧情，小白被唤醒后，从幻觉中跳了出来。一旁的长发姐主动递来手帕，帮小美包扎手腕。长发姐被感动了，她决定完成这场游戏，澄清这对小夫妻。就问屏幕前各位感动了没？反正我是有点想笑。第3局锤球游戏，长发姐仍旧专心享受。游戏结束后便淡然赴死，临死前她还劝小白不要再追寻那些虚无缥缈的答案和意义，好好享受生活吧。随着所有游戏通关，天空再次燃起烟花，看着比东京奥运会的烟花还要精彩。最后，整个东京的电子屏都亮了，所有还活着的玩家可以选择留在弥留之国成为公民，或者拒绝留下来，但是拒绝的后果却没有说。从梅花 K 游戏的九哥到最后一场的长发姐，小白每一次问这些公民通关后的结果时，他们都表示到时候就知道了。现在就是他们做出选择的时刻。在红桃沟游戏中获胜的2位大佬选择留在弥留之国当公民，彪哥、艾希、水姬、阿银、花姐，乃至一心做个坏人的神经男都选择拒绝。小白和小美当然也选择了拒绝。随后，他们真的回到了现实世界。那弥留之国的真相又是什么呢？还记得所有人进入弥留之国时曾看到烟花，在艺术家的胶片机里，有一位女士曾经说那不是烟花，但没等说出真相就被黑桃 K 杀了。那的确不是烟花，而是一颗陨石。繁华的街头因陨石变成地狱，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抢救伤员。不久后，新闻里播报了死亡者名单，全都是在弥留之国游戏中死去的人，包括小白的2位朋友。而在游戏中活下来并且拒绝留在那里的人，全都在经历1分钟心跳停止后被抢救了回来。那1分钟应该就是他们在弥留之国度过的精彩时光。其实从名字就能看出来，所谓弥留之国，大概就是生死弥留之际所进入的国度。因为每个人死亡的时间有细微的差别，所以来到弥留之国的时间也有先后。弥留之国可以当做是一次重生的机会，也可以当做是一个修炼副本。有的人选择堕落，有的人死于怯懦，有的人则是因为赎罪主动去死，有的人为了自己的理想信念去死。但总之，只有内心强大且求生欲极强的人才能回来。只不过回到现实后，所有人都不再拥有弥留之国的记忆。小白依稀感觉自己去了很远的地方，待了很久，其余的啥也不知道了。但好在弥留之国的历练心得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感觉都还存在。死而复生的阿银突然变得正能量起来，反思了自己以往虚度时光，现在要好好的活。艾希小姐姐被截肢，她不自觉地来到彪哥的病房外，对里面的人倍感亲切。花姐伤得很重，抢救很久才救了回来。水姬好好穿上了衣服，见到了思念已久的母亲，并且和父亲达成和解。小白在买饮料的时候，意外遇到了拄着拐杖一瘸一拐的小美，二人肌肤接触的一瞬间，都产生了奇妙的反应。俺、君をどこかで。私も。君の名前は？两人对彼此都有莫名的熟悉感。随后，小白邀请小美去院子里晒太阳，而院子里的桌面上放着一张扑克牌，一阵风吹过，只剩下一张小丑牌，似乎是想来个开放式结局，给第3季留个尾巴。弥留之国的爱丽丝第2季以相对大团圆的结局落下帷幕。在第1季中，弥留之国的世界充斥着黑暗，乌托邦组织海滨也在结尾覆灭，似乎在告诉观众，世界的本质是邪恶的，乌托邦是不可持续的。但第2季中，越来越多的人找回了善念，似乎又反过来告诉观众，一个反乌托邦世界也是不成立的。当越来越多的影视剧为了猎奇开始大肆渲染人性之恶时，这部剧似乎在说另一点，恶的背面一定会有善良与光明同行。
其实当年原作完结的时候，也有很多读者觉得烂尾，毕竟很多粉丝是冲着智斗游戏来的，结果你没让我看爽就结尾了。但我觉得《弥留之国代理斯》里的变态游戏只是外表的皮相，故事内核就是不同价值观念的疯狂对撞，就是对生命意义的探索。除了对人性善恶的探讨，第2季的篇幅主要在讨论人生的意义。这让我想到曾经的某个下午，我看到刘电工的一篇小说《朝闻道》。小说中有2个问题令我头皮发麻：宇宙的目的是什么？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追问人生的意义和追问宇宙的意义一样，根本没有答案。弥留之国有很多人在探寻这个答案，但后来他们都意识到，就算没有真相，也不妨碍你发现生命的美好，不妨碍你好好活下去。就像罗曼·罗兰说的，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不过剧中并没有将这个主旨表现透彻。如果给第2季做一个评价，应该说这仍是一部有水准的爽剧，无论是烧脑游戏、猎奇元素，还是故事内核，都称得上精彩。但同时，这部剧的问题也很大，节奏拖沓，套路痕迹严重，嘴炮含量高等老问题都不用细说了，就说那些斗智斗勇的桥段，如果不带脑子当爽剧看，会感到没看明白；可带着脑子当悬疑剧看，又会发现漏洞真的很多。和原著一对比就会明白，剧版在主旨上不如原作深刻，细节上也不如原作精致。前面在讲游戏环节的时候就提过，剧版对游戏的细节做了很多取舍，导致观众看得很懵。而因为细节的缺失，许多人物的形象也发生了变化，比如杀人如麻的黑桃 K， 还有一段很精彩的个人故事，在剧中被省略了，导致他的形象很扁平。他其实是所有公民中唯一直爽的人，不搞人心态，不搞肉体折磨，以最快最无痛苦的方式杀人，算是公民中的大善人了。再比如最后一场游戏中，长发姐也并不是一个疯子，她是精神病大夫。游戏的过程既可以看作是竞赛，其实也可以看作她在给病人进行治疗。对长发姐来说，如果病人没有挺过来，那么换个人继续游戏；如果病人成功康复，就到了和大夫说再见的时候了，整个人显得既变态又可爱。这也是为什么长发姐后来愿意完成第3张锤球的原因。总之，漫画对于反派人物的塑造比剧版丰满得多。当然，人物塑造最有问题的当属主角小白。原作中，小白有许多内心挣扎的戏份，剧版中你也可以看到，导演在很使劲的突出小白的成长，但不知是男主的演技稍逊，还是导演理解有问题。剧中看到的小白并没有那种内心交战后的成长，从头到尾像个废物。所以整体来说，这就是一部还原度很高、画面制作精良的大屠杀爽剧，只可惜剧情不够细致，像个半成品。以上就是《弥留之国代理斯》第2季最后2集的解说。虽然剧中留了伏笔，似乎还要安排下一季，但我想还是别了吧，现在的结局就挺好。如果没有更好的剧情设计以及充足的预算，我还是希望别拍续集了。大家觉着呢？好了，不想看下一季的不妨点个赞，想看下一季的不妨投个币。空人手离开多不好意思是吧？拜了个拜。